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最近在现实中，你可能看到很多新闻，都是说川普正在出访亚洲，拜会这个日本啊、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啊。有的说是签和平协议去了，有的说去谈贸易去了，有的说谈安全同盟去了。其实，在这些外交辞令背后，川普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目的，那就是稀土产业的破局。这是环叔的观察。我们看一下，这次川普要搞的不只是政治，而是要重新洗牌整个世界的高科技的供应链，尤其是稀土行业的供应链。因为美国正在被中国在稀土这块卡住了脖子，起码在短期内1到2年之内很难受。为什么呢？稀土到底有多重要呢？大多数人呢，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关键。稀土呢，其实也就是17种金属元素，比如这个铝啊、锂啊，这些名字很拗口的金属，玩数也叫不全的。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呢，虽然含量不算特别少，但是提炼特别难。世界的产量很多，但是一旦分离出来呢，它们几乎无处不在。比方说像手机、电脑。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风力发电机、导弹、雷达、激光，包括玩叔特别喜欢的 F-35战斗机，哪怕拿掉一个元素，整个现代科技世界都得断电。所以呢，稀土呢不是一般的矿，而是国家安全、制造业和能源转型的一个命脉。谁掌握了稀土，就等于握住了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命门。谁被捏住了这个命门，那就很难受。中国在稀土这块的长臂管辖，就让世界很难受。那么中国具有哪些优势呢？实际上，过去这个20多年呢，全球稀土的开采和加工几乎都掌握在这个中国手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在稀土的提炼和分离上的技术领先了世界太多。为什么呢？它不怕这个环境污染，其他国家多少都有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全球70%以上的稀土的加工，90%的高性能磁铁都在中国完成。中国不仅有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分离工艺包括纯度控制、成本效率，别人目前短暂时间跟不上，追不上啊。所以呢，当别人还在挖矿晒石头，中国已经把矿产变成了芯片级的工业原料。那么这也导致全世界的高端制造业从日本到美国都离不开中国的供应，这就是所谓的卡脖子的一个环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卡脖子怎么办呢？川普肯定是要破局的。那么川普破局的真正方向就是在这次的亚洲之行。首先去的马来西亚他就是要掰开这道链条。他要做的是让稀土的采矿、分离、精炼和终端应用分布在不同的盟国之间，形成了一个不依赖中国的一个新的供应链体系。那么这次行动的关键节点呢，有3个国家：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日本。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有大量的铁矿石各种矿石的这个资源，是吧？澳大利亚它是属于上游。各种矿产的资源，它属于上游。澳大利亚有个世界级的这个稀土矿，叫 Mount Weld， 它是全球品位最高的一个稀土矿，资源极其丰富。它这里呢有个矿石叫做 Lynas 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公司开采它的矿石他们负责把稀土矿挖出来，浓缩成稀土金矿，然后呢出口。但是呢，他们自己并不做这个分离加工分离加工中国这块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分离才是真正的一个难的部分。于是呢，这个金矿呢被运往了马来西亚。那么在马来西亚呢，这个 Lynas 公司呢在马来西亚呢专门设立一个分厂，专门在做这个中游的加工这个核心。这是第2个环节了上游开采中游就是在加工分离那么马来西亚呢，这一座由这个 Lynas 建设的这个稀土分离厂，它是全球第2大的稀土分离工厂，也是中国以外最大的一家。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来自澳大利亚的浓缩矿会被进行化学分离，也就是把17种稀土元素一个一个的把它分离出来。难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其中最难、最关键的就是重稀土的提炼，比如镝和 TB， 它们是制造高性能磁铁、雷达、精密电机的核心材料。以往这些重稀土只有中国能够大规模的分离，而现在马来西亚的林纳斯工厂已经开始正式量产。这一步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中国之外的第一次出现了能够做重稀土分离的一个产业链，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了，这是现成的了。我们再讲一下日本，日本呢是为下游的技术和终端的市场，那么这个稀土产品呢会被运往日本，那么再在日本做一些精加工，因为日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稀土精炼技术和永磁体制造的能力，尤其像这个铝、铁硼啊、三钴啊这些磁体，日本占全球产量的 90%， 它们被广泛地用在电机、传感器啊、激光器和军用装备中间。那么换句话说呢，就马来西亚把稀土分干净，日本把它变成产品，最后再出口到美国和欧洲，那么装进像那个特斯拉呀、波音飞机呀，甚至美军的导弹系统里面，作为国防工业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那么这样呢，一个澳洲、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的新稀土的供应链就搭建起来了，以此来抗衡中国的这个长臂管辖卡脖子。所以呢，这次川普的亚洲行的真正布局就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看懂没有？川普马不停蹄的看分拨啊，首先澳大利亚签订了这个矿产协议，对不对？所以他这次的行动绝对不是外交秀，而是把整个这个供应链彻底的固定住。你看，他一去日本就和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签订了稀土与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协议，并且之前和澳大利亚达成了新的矿产与开发投资合作，这将推动美国企业加入这个下游精炼和磁体的制造环节。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中国在稀土上的垄断地位，建立一个非中国的稀土联盟。目前看来，这个联盟已经形成，势不可挡。我们再来看看东南亚的东盟的补充角色啊。那么这其中呢，东南亚国家呢也扮演了这个不同的一个辅助角色。你像这个泰国、越南、缅甸等国家，它也拥有这个稀土矿源啊。那么柬埔寨和老挝呢，提供了物流和加工的一些用地。那么整个东盟呢，也被塑造成一个替代的一个网络，对吧？当然，这些网络受到当地的这个环保组织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包括国家的一些要求。那么这样，即便中国对外出口管制或出现了地缘风险，那么美日澳的产业链也能兜得住，供应可以不断线。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了所谓这个东盟加日澳的稀土圈，目的就是要在全球稀土地图上绕开中国。这个战略意图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们把它背后的战略意图跟大家揭示出来。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不仅是一个矿产的问题，它关系到谁能主导未来的新能源、芯片制造、人工智能设备，包括国防工业。如果稀土一断供了美军的包括 F-35美国的这个电动车行业甚至高端芯片设备都可能停工，那就麻烦。那么中国过去呢，凭借稀土呢有过的一次强有力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回旋，就当年呢，在10多年前对日本实施过稀土的这个出口限制，所以敲响了警钟，让日本呢首先在这块意识到那不能只靠中国了，所以在稀土的精炼这一块，日本有它的技术。所以川普今天的行动本质上就是为美国重新打造一个战略安全的矿产圈，确保关键产业不再受制于人。这是川普本次的亚洲之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川普面临的挑战和现实。因为话说回来，要想完全摆脱中国并不容易。
毕竟目前中国掌握着最成熟的技术、最低的成本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尤其最低的成本。那么马来西亚的分离厂呢，虽然在扩产啊，但环保问题呢、放射性的残留问题呢，依然引起了当地的一些争议啊。澳大利亚的矿山呢，也面临着高成本、运输周期长的问题。那么这意味着这条去中国化的稀土链还处在这个建设的一个阶段，还不能完全替代。那么川普想要的不是立刻替代，而是布局未来。首先你要有备胎，让美国不再被卡脖子，对吧？所以呢，我们看这场大戏啊，很有意思啊，就未来的稀土的战场啊，这个已经开始在布局了啊。那么这次的川普的亚洲行啊，看似在经济合作，其实是在排兵布阵，是一次科技供应链的地缘的一个重构。那么未来的稀土之争不再是谁的矿多，而是谁掌握了分离、提纯、应用的那个环节。因为真正的稀土价值不在于矿山，而在于技术，而在于对环保的一个处理。那么可以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比芯片战还要隐蔽，还要藏得更深啊！这是王叔的观察啊。那么王叔的结论又来了。那么这一场从贸易战到芯片战，再到稀土的之战啊，是要把中国的几十年积累的稀土优势一点一点的拆散重组。你像澳洲挖矿，马来西亚分离，日本精炼，美国对消费大国，那么东盟呢就当了一个缓冲区，形成了一张绕过中国的稀土防线。这就是这次川普的稀土破局的真正含义。所以大家也别被表面的外交新闻骗了哈，这背后才是真正的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啊！以上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打在屏幕下方与王叔互动。好，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